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要认命才会好命。我相信这个主题会很吸引人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想要好命，尤其是自觉命运不好的人呢，更是希望能好命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分享如何才能认命，如何才会好命。要认命，就要先知天命孔子有讲过嘛，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那孔子认为呢，人活到50岁呢，就应该要懂得天命。不过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天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天命就是什么？天道、天理，什么道、什么理追根究底呢，还是什么因缘果报的道理也就是命里有的自然就有，命里没有的，再怎么强求也是没有这就是天命命中注定的意思啦。所以认识天命，认识生命这个就是认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啦人认命的人呢，就能什么乐天知命乐天知命的人呢，他丝毫不会强求有也好，没有也好，很随遇而安就如慈济曾经去赈灾过的国家像什么，像斯里兰卡、印度、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非洲的莫桑比克、辛巴威、斯瓦蒂尼、北韩、海地、厄瓜多尔等等其实到今年2021慈济在全球赈灾及人道救援的国家是122个我刚刚才举了几个而已的。那这些是比较开发落后的国家呢，透过赈灾的因缘我们才了解呢，他们之所以没有觉得自己命不好，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就是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因为呢没得比，比来比去才会比上不足嘛，对，他们没得比，所以他们反而是怎么样？非得非失非福非祸一切顺其自然。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信与不信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感情是他们很容易放下的意思我们认为他们贫穷落后，生活穷困，甚至雪上加霜，还受灾，看起来好像很不幸，但是他们乐天知命，所以不觉得不好命。几年前呢，菲律宾发生世纪大灾难海燕风灾我是先遣人员负责看灾工作一开始就过去了在那边待了2个礼拜看灾那在带动那些灾民的时候，才发现说，世界上最美的笑容不只是病人的笑容，因为这句是近似语啦世界上最美的笑容是病人的笑容。但是我发现不只是病人，灾民的笑容也是很美。你看，在这个家园被飓风肆虐，一个城市往生的8000多人有的一家5口往生4个，有的父亲、母亲、家人、亲人往生好几个那这种情况下，换成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也是笑不出来所以灾民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作最好的。幸福快乐其实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时常忘了去靠近把这样的思维呢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有如在烦恼的大海中领悟到什么无价之宝人如果能做到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然后再继续升华到贫而不苦，贫而不贱，那这个就是认命。要做到贫而不苦跟贫而不贱这个不容易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什么？贫而不贱，历来少见；贱而不贫呢，随处可见。这句话大家仔细去想想是不是如此是如此其实认命不是说算我倒霉我认了啦算我命不好我认了啦或者说婚姻不幸福我认了啦或者说哎呀我子女都很不孝顺我认了啦更不是说
常常被冤枉误解啦，哎呀，很倒霉了，好了，我认了啦，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消极跟无奈的，而是要积极的去了知因缘果报，体认生命中所有的不如意或者不好命，都是过去自己所写的剧本，这辈子才会演出这样的剧情，都是自己一手编导出来的，不是来自别人，这样才是正思维啊，也才是认识生命的人呐。佛经里面有一本叫做《维摩诘经》呐，这本经典我很喜欢，谈的都是什么大圣的佛教思想，跟菩萨道的理念是互相呼应的。里面有一品叫做什么？叫不二法门品啊，所以要好命或不要坏命，要先学习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不二法门啊。这个钥匙拿到了呢，要开门，开这个门就容易了。啊，没拿到钥匙呢，而硬闯啊，撞到头破血流呢，也进不了门呐。所以要入门，就要先路通，要路通就要先心通，叫做心通路就通。心通就是观念要通啦，通哪一个？通不二法门啦。那什么是不二法门呢？啊，我们分开来解释。不二意思就是说，不是两个极端，没有分别的意思，啊，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啦。那法门呢？什么意思？啊，顾名思义啦，啊，就是修行的入道的门。所以不二法门加起来，简单的讲就是独一无二、最好的入道之门啊，独一无二、最好的入道之门叫做不二法门。这样子讲，大家不一定听得懂。我们举例来说大家都听得懂。好，浪花不是花，浪花其实就是水。冰块看起来是硬硬的，是硬体啊，其实它也是硬体的水。它们的本质呢，不是两个，浪花跟冰块，它们的本质不是两个的，都是一个，唯一，叫做不二，就是水。好，再来，女生戴的那个项链跟手镯啊，都是黄金去打造的嘛，本质没有两种，都是一种，就是金子去做的嘛。好，这个也是叫做不二。好，同理，好命跟坏命都是命，命本身呢没有好坏之分是我们去分它的啦。好，所以没有顺逆之别啊，好坏都是自己一念心在作怪，在分别了啊。这一念心，这一心啊，就是什么？也是不二，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啊。会有好命跟坏命两种标准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在妄心分别啊，都是分别心在作祟的意思了。凡夫都有分别心嘛。好，那请问诸位，很有钱但很不快乐，这个是富还是贫？很贫穷但日子过得很开心，叫做穷开心，那这个是贫还是富呢？所以说穷也对啊，说富也对。为什么？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不同的角度就不同的结果了。所以了解了不二法门后，就知道不二就是什么？没有分别，非贫非富，非好非坏，没有好命也没有坏命。有的人看起来的命很不好，但他的心念照顾得很好，所以因为认命而好命，变成什么？贫中之富。有的人看起来是命很好，但心念照顾的不是很好，所以心念呢影响他的命运，变成什么？变成富中之贫你看他很富有，可是他内心很匮乏，变成富中之贫。所以贫跟富也不是两个极端不是非贫即富或者非富即贫，是不二，都是系于自己的一心。这个一心是没有分别心有人看起来呢不是很有钱，但从来不缺钱。那有人看起来呢很有钱，但每天都在追钱。那请问这两种人到底是哪一种是好命，哪一种是坏命呢？对，很难讲。所以这也是不离不二法门。有些人呢
经常抱怨自己呢命不好啊，日子过得很辛苦，因此呢，他嘴巴经常是什么抱怨跟哀怨的语言啊，日子呢一久呢，抱怨跟埋怨呢，从他的思考习惯呢，变成他一种人格特质啊，最后变成什么他的专长啊。我们看他命也没什么不好，但他就是习惯性的会什么抱怨跟埋怨啊，所以啊，如果知见不正的念头，这个知见不正的念头呢，会造成自认命运不好而感觉无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样子的氛围呢，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默默的滋长，还随时在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啊，最终要好命也难呐，生活要活得快乐更难呐。命好不好，或快乐不快乐呢？这个我们要学习什么？要从观念上的去下手。所以一念心转，万境转嘛，对，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要命运好不好或快乐不快乐呢？这个佛陀有他独到的看法，我们可以学习。举例来讲啊，譬如说看到很美丽的风景啊，或碰到很如意的事情啊，受过佛法教化的人，也跟一般人一样啊，也会有快乐的感受哦。啊，花很美啊，风景很漂亮啊，都会感觉很快乐。但是呢，他不会因快乐而迷失自己啊。这是指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他不会因为快乐而迷失自己。如果在快乐中迷失自己的话呢，那这样的快乐呢，很可能就无形中就开始蕴藏着痛苦，叫做欲乐之苦了。你看他很快乐，其实是苦中作乐，本质还是苦的。当这个快乐继续升华下去的时候呢，可能控制不好就什么乐过头了，都会变成什么我们所讲的乐极生悲嘛。因为不懂得适可而止，也没有及时踩刹车，所以造成车祸。道理也是一样的。自觉命运不好而处在痛苦中的人呢，都应该好好来学习佛法的智慧啊！不是常常讲嘛，心中有佛法，心中有办法嘛，是不是这样子讲嘛？好，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生病躺在病床上呢，如果每天都是在埋怨。埋怨天下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么不幸会得这种病？埋怨别人的先生这么体贴又这么会赚钱，自己的先生为何不是这样呢？埋怨别人家的儿女十分孝顺，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女为什么不是如此呢？埋怨别人家这么有钱，自己的家为何这么穷困？埋怨别人家庭幸福美满，而自己的家庭却纷纷扰扰。埋怨别人呢，每天优渥过日子啊，而自己的负担为什么这么沉重呢？埋怨别人在职场上呢是什么？是一路顺风啊，青云直上，而自己却到处怀才不遇，遇人不淑啊。对，怎么会这样子呢？回想自己一生好像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老天爷让我过这么难过的日子呢？有些人会这样子想哦。那有些人不只是埋怨、抱怨，还什么？还事事担心呢？担心什么？担心家里的孩子还这么小，万一自己不在了，没有人可以照顾，那该怎么办？担心景气不好，自己会不会被裁员？担心自己的未来计划能否实现？担心呢，景气好呢，订单赶不出来；担心景气不好呢，支出应付不来了。有些人日子过得不顺遂，很烦恼。而有些人即使过着优渥的日子呢，也是担心什么？担心所拥有的幸福快乐无法天长地久了，有了怕失去了，没有又求不得了，这种担心烦恼了，这种事事担心的个性，如果没有调整的话呢，很可能会造成什么？担心的事情成为事实，担心的事情常常会成为事实。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念投入其中了，这个叫做念力，念头的力量了。好的念头呢，有建设性的力量；坏的念头有破坏性的力量。这个就跟知识是力量一样了。知识是力量，知识也有建设性的力量跟破坏性的力量因为知识还是属于污染的嘛，这是这样子。
那《父母恩重难报经》里面有一句话呢，有一句描述他怎么讲？他说100岁父母常忧80儿啊，100岁的父母常常担心那个80岁的儿子。这个忧不是只有指说担忧的意思了，管太多事情的啦，年纪一大把呢，还无事不管，什么事都要插手不但让子女困扰，然后自己很不开心这样临终之际如何能死得安详呢？还有一种人不只是埋怨跟担心呢，他还嫌自己的嫌自己眼睛不够大不漂亮。那眼睛大或小怎么会是问题呢？其实重要的事情是要看得清楚比较要紧要看到事情的什么真相跟实相，这才是重点眼睛很大，但是常常事情看走眼看不准，这样眼睛大有什么用有些人什么嫌自己鼻子不够挺不好看，其实鼻子挺或很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两个鼻孔2个洞要通畅这样氧气才会吸收的顺畅嘛，对不对？呼吸的顺，头脑才会清楚这个才是重点鼻子很挺很好看，但是经常鼻子过敏鼻窦炎这样叫做什么？重看不重用啦也有一种人呢，嫌自己长得不够高，其实长得高或矮有什么问题高有高的好处矮也有矮的好处而且高或矮要看从哪里量起从地面上量起来你比较矮了，从天上量下来你比较高对。那也有一种父母呢，子女随侍在侧他不知足，也不懂得感恩只要孩子有一点点做的没有合他的意呢，他就认为这个孩子不孝顺。这样这个孩子的不孝变成是什么？父母亲害的。因为什么？父母亲把孝顺的标准放太高了，孩子做不到，超过他的能力了所以近似语才讲嘛，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就是孝顺以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把孝顺的标准放得很低所以我很容易就当了孝子我爸爸常开玩笑说你当孝子不是你特别的孝顺呢，是我跟你妈妈乖呢。但这句话意思是什么？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降低我当孝子的标准，提高我爸爸妈妈的水准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爸爸妈妈呢很认命，所以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好命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命不好，永远都是这样子。同理呢，我跟我师姐也都很乖，所以我远在美国的2个女儿也没做什么事就做了孝女因为什么？因为我把孝顺的标准放很低我认命，所以我好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让父母操心烦心，他们在美国也在做慈济我甚至鼓励呢我们2个女儿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孩子，这样他们是杜绝后患我跟我师姐是什么？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什么？这叫共创双赢。不过这种思维不是一般的父母可以认同的而且呢，结不结婚或生不生孩子也是要看姻缘有姻缘会结婚的，你再怎么劝也劝不了你怎么挡也挡不住，更何况姻缘是要随顺，不能违逆的。不过话是这样讲的我的2个女儿是确定不结婚的啦还好，这个叫做不去赌就没有输赢的风险，这样至少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是很特殊的思维的有人就问上人说：“上人，你一直劝大家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这样将来地球就没有人了上人回答说：“这样的话那地球就变成真正的净土了，这样就是没有人的净土了，不可能没错但是现在地球软化了，气候变迁，能源短缺以现在全球人类的生活模式来算科学家来算的要 1.7 个地球呢，才能应付现在地球人类所需要的资源。我们现在是1亿嘛，科学家说要 1.7 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应付我们所需要。所以现在的地球是什么？严重超载，人太多了，
科学家认为最适合居住的地球人口是多少？不超过20亿啊，这是最理想的啦。依照联合国的统计，现在是2021年嘛，是78亿全球人口啊。到2023预估多少？到80亿耶。到2100等于差不多将近80年后呢，地球人口会突破100亿啊。现在都已经人员短缺这么严重了，对不对？天灾人祸一大堆，那时候地球资源要从哪里来啊？对，地球要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浩劫啊？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好，我们这样讲有点偏离主题了哈。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刚刚有讲到说，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意思就是什么？日子要好过呢，就要怎么样？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呐。有些人日子不好过，就是一直看人家不顺眼，他都没有反观自照。你不要对人家那么严，你对自己严一点啊，对别人的宽待一点，原谅别人，包容别人。那这个日子才会好过了啊！要懂得安忍与包容，日子才会好过。有一些太太呢，常常嫌先生不好，抱怨这个埋怨那个，先生已经是言听计从了，太太还是要求百依百顺，标准放得很高，造成别人很困扰，自己很烦恼，所以我才劝这些太太呢，有这种问题的太太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想，想了一句就顺口溜出来了啊，感觉先生不好，就要自我检讨自己做的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改好，而且跟着学好，这样是最好。如果我们自认没什么不好，但是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心念先照顾好啊，千万不要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这样的话呢，是痛苦跟烦恼自己找。你说这样好不好？这是刚刚这句话是感觉先生不好啦，劝太太的啦。如果感觉太太不好，要劝先生的也是一样啦。其实呢，先生或太太好不好的标准在哪里呀？比差的就很好了，比好的就很差了。所以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呀？非好非坏，这个也是不二法门嘛。没有好，怎么没有坏？怎么啊？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嘛，一样的道理的。道理懂了叫做认命，认命呢就会好命。以上我们所讲的呢，都是很多人心中的诸多的烦恼、忧愁、担心、埋怨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占据我们的心田呢，加上嘴巴没有训练讲雅言正语，习惯性的口出怨言，或习惯性的讲负面语言，这样好命都会被我们讲坏掉。所以口业难修，嘴巴也是要训练自己，多讲雅言正语，多祝福自己，多祝福别人也可以，但是多自我加持，因为你讲的好话就是自己耳朵先听进去嘛，这个也是说话的智慧。你如果说，哎呦，我只是偶尔抱怨一下啦，我只是偶尔担心一下啦，我虽然会抱怨啊干什么，我是偶尔担心一下啦，我只是偶尔嫌弃一下啦。那有些人会这样子讲嘛，对，上人说，只是偶尔也不行啦，一下也不行啦，哇，怎么这么严呢？为什么？上人说，偶尔跟一下就像一滴水，持续跟累积呢，日积月累也会变成一缸水啦。别以为说我偶尔抱怨一下啊，我偶尔呢担心一下，偶尔都一下都不行。虽然是一点点，但是最后会变成一大堆，非常有道理的啊。有一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是这样的道理嘛。所以不要小看上人创造的那个竹筒岁月日存5毛钱能做什么？5毛钱一点点，但是小钱也能行大善啊。小钱怎么行大善啊？一滴水如何让它不干？这个道理都知道嘛。如何让一滴水不干啊？将这一滴水滴入大海里面，变成永不干渴的一滴水。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也是智慧啦。一滴水很容易干掉嘛，但是你滴入大海就不会干掉，因为跟大家混在一起啦。这人生的真谛嘛。所以佛法的智慧告诉我们，以生病来讲，我们生病的肉体上呢会有痛苦，这犹如是什么？中了第一支痛苦的箭，生病的很辛苦啊，中了一支痛苦的箭啊。假如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适时提起正念，反而继续埋怨，又开始埋怨了，埋怨什么啊？为什么我做善事，我学佛了，做善事了，还会得这样的果报呢？埋怨呢，已经在行善了，为何命运还是不好呢？埋怨老天爷很不公平，对别人这么好，对我这么不好，这样就是不认识生命，不认命。这样就是中了第二支箭了。这个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中了第二支箭了。如果再继续妄想、杂念纷飞而复制烦恼，那么这个时候继续恶化下去，就是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就会不断的射过来了。最后怎么样？万箭穿心啊，使我们的身心的更加痛苦。不但没有离苦得乐，还更加痛苦。不但烦恼没有解除，还复制烦恼，更加混乱了。这种情况会继续恶化下去最终使我们失去原有的光明跟智慧。人本身就有自信光明跟自信的智慧，但是因为这个环境，这个大环境这样子的来污染我们的、压迫我们，那处在这样子的颓势跟无明之下呢，我们更加没有办法呢去解决任何的问题，就好像什么昆虫被蜘蛛网缠住一样动弹不得身不由己那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人生也是如此嘛就像什么，有些妈妈呢抱怨或烦恼自己的孩子呢不爱读书或不会读书，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子，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孩子不会读书不爱读书，我们就开始骂啦其实孩子不爱读书有什么好烦恼的呢？不爱读书顶多是不能靠读书吃饭嘛，但还可以靠什么一技之长跟一生的什么好品德去过自己幸福快乐的一生当然你有爱读书会读书那加上有一技之长或者有很好的品德，那这个当然是如虎添翼条件更好。但是如果真的不爱读书也没关系嘛，你有一技之长，对不对？你也有修一生的好品德，你还是可以过幸福快乐的一生所以千万不要埋怨或者诅咒自己的孩子孩子是往鼓励的方向的去努力的，就跟花草树木一样嘛，往阳光的方向生长，道理是一样。所以当父母的也要懂得知天命，才会好命，这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你每天骂孩子不会读书、不爱读书、笨的跟脑震荡的猪一样，你常常这样子骂、这样的诅咒孩子孩子不变成脑震荡的猪才怪。因为你一直在诅咒他，诅咒也有诅咒的力量祝福也有祝福的力量我们有一位仁医会的医生他念国中的儿子也是不爱读书、不会读书。有一天他看到儿子的成绩单考得不是很好，他就很不高兴，对着孩子说：“你有一个功课很好，考上医学院，又当了医生的爸爸怎么会有一个像你这样不爱读书、成绩这么差的儿子呢？”他就讲这句话而已这句话让这个孩子个性内向的孩子从此忧郁症，经过10多年医不好，让这位医生爸爸悔不当初轻轻一句话彻底的把孩子的自尊心摧残掉，比打他还伤所以父母也要懂得教学相长尤其是现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可是你有知识还不够你要转识成智刚刚讲嘛，知识是污染的智慧才是清净的所以你要转知识成为智慧不是你很会读书、学问很高你就很有智慧，这个是不一定的有的人学问很高，但智慧不高有的人是书读得很好但是人缘结得很不好。有的人是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有的则是什么，很会做事，但不会做人。
那有的人是什么？能力很好，但是人际关系呢很差。但是如果做父母的可以转世成智的，用智慧来教育孩子的，那不得了了，情况整个改观了。举例来说了，孩子考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呢，我们当父母的都有智慧来教育他。以前我一直不懂啊，懵懵懂懂的啊，不会教孩子啊。进了慈济之后，才开始智慧有点增长，才知道说啊，我们要用智慧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对孩子也好，对我们也好。考第一名的，我们要提醒他什么？孩子，你要注意哦，考第一名是爸爸妈妈恭喜你，但是你要注意哦，你随时会退步。而且，你虽然考了第一名哦，但你要有3种心哦。第一要有什么？要有谦卑的心呐。考第一名不要骄傲，而且要注意随时会退步。第一名上去没有了嘛，一定会退步嘛。第二，你要有布施的心哦。把你懂的去教那些不懂的同学。问题是，成绩好的同学都比较聪明啊，聪明的孩子比较会计较。现在我考第一名了，我现在教你第3名、第4名的，下次变成你第1名的呢。所以要怎么样？要隐藏实力啊，会计较不可以啊，不要这样子，要布施的心呢。第3最重要了，要有感恩心呐，感恩的心呐。要感恩谁啊？要感恩班上同学都考得不好，你才能考第1名啊。所以不是你考得很好，是班上同学考得都不好啊。所以你要感恩班上同学，你要感恩班上同学考得不好，你才考第1名嘛。好像说啊，你赢球了，不是你厉害，是对方失误太多，你才赢了。这个是对功课好的孩子的智慧教育。那孩子考最后1名怎么办啊？也可以教育啊。以前我们孩子不要说考最后1名，孩子成绩考得不好就开始骂啦，对，我看你没有用的，你这辈子再怎么读也没用了啊。以前有放牛班嘛，对，你再读也是放牛班啦，我看你是玩的啦，你这辈子再怎么读也没用了，将来会是个没有用的人呐，那这样讲的话，就跟刚刚前面那位医生是一样的，会害了孩子的一生啊，没有智慧的教育啊。有智慧的父母呢，面对考到最后1名的孩子，他会做什么？孩子，不要气馁。我们虽然考最后1名，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气馁，至少我们不会再退步，这是我们的优势。考最后1名当然不会再退步了，但是孩子，你继续再努力一点呢，我们随时都有进步的空间哦。这叫什么？这个叫做优点轰炸啦。近似语教学里面有一个教学法叫做优点轰炸。连找出他身上唯一的优点，不会退步也是优点呐。你从他不会退步这个去激励他嘛，继续往前迈进。你只要努力一点，就有成长的空间。这个也是优点轰炸啊，连不会退步都变成是优点了。这也是智慧哦。其实球队比赛也是一样嘛，有时候不失误或少失误的球队呢，会制胜，会赢。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比较不会犯错的人，也比较不容易，也比较容易让自己立不败之地的人呢，比较容易成功了。有些人呢，爱比较跟计较，这就是不认命了，一直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或比别人苦命然而呢，你如果去参加国际赈灾或者去访视经过深入苦难的这个洗礼呢，你才惊觉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比我们还苦啊，也才猛然惊醒自己的这一点苦呢，或不如意呢，比起黑暗角落及受灾的人算得了什么啊？这个时候这个就要比了这个比不是比较，这个比较做什么？叫做借势练心借境修心的，这个不是比较了，不一样看到别人的生死一瞬间呢，才深深体会到说，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了，跟幸运了。你活着就是一种幸福跟幸运了就像2个礼拜前的那个太鲁阁的这个事故前1秒还在跟妈妈讲电话，才过不到1分钟，天人永隔。这是大灾教育，上人讲，教育我们呢，人生很无常，这个你要去认识，去体悟，认命的意思。教育我们呢，人生很无常，人生很辛苦，人体很脆弱
从中学习认识生命认识生命的真实价值跟意义，从中学会什么知足跟感恩，这样就是认命。如果你没有机会去访贫或参加国际赈灾什么也没关系，你只要投入人群就好，自然就有人群中自然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不是只有照顾户或灾民或难民可以让我们学习，在人群中善人行就必为我师了嘛，对不对？不是吗？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好的坏的都变成我们正面的教育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你不去访视也没关系，你不去赈灾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能离开人群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的离开人群就不能成佛了因为五浊恶世的人群就是污泥，污泥我干嘛进去呢？你要入污泥才能开出莲花嘛，要成佛就要入人群嘛道理是一样的。以前我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经常鼓励老师带学生，父母带孩子去参观监狱，跟投入残智障院的服务工作，这是最好的情境教育这个当然要有机会了但参观监狱要有好机缘平常监狱是不可能让你去参观的嘛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在吉隆坡的市中心有去过马来西亚都知道，吉隆坡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呢，有一间已经关闭很久的监狱，它地处吉隆坡的市中心它是关闭很久的监狱，移去郊外的那这间监狱要发展什么？要去盖购物中心饭店豪华公寓等等，地方蛮大的要拆掉之前呢，这个政府呢开放民众去参观，有好几个月都可以参观，免费参观。那我们都把握这个机会呢，安排我们教联会的老师带着学生或者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当然有实际干部带着的到去申请到去参观这个监狱。看到什么？我也去看我监狱我也没去过，没有进去参观过，好不容易看到什么？执行，因为马来西亚有吊刑嘛看到执行吊刑的那个刑场。中间的走道尽头呢，就是什么？就是行刑的地方，上面放一个吊绳下来，吊绳蛮粗的，挂在那里。那个尽头的前面两边都是，我记得是4间，都是很小很小的房间，走道阴阴暗暗的，气氛非常的阴森恐怖。你在里面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很奇怪，阴森森的，那个邪气很重。那关在里面，老实讲是比猫狗还不如了。窗子小小暗暗的要行刑的时候呢，就把人带出来，带到走道也不是很长了，走到尽头那边呢绳子往脖子上一套，吊起来之后呢，吊住以后不是往上吊，把它用绳子把它那个脖子套住以后呢，下面的那个板呢，那个地板门自动张开。那个地板两片门就张开，下面是空的，下面还有一个空间，门张开，人就门打开，人就吊起来了嘛。没多久这个人就没气啦，没气就是往生啦。然后绳子放下去，殡仪馆的车子就在下面，直接把尸体载走。他们用这种方式的啦。带孩子去看，哇，真的是看到那一间一间小小的，真的是很恐怖那这也是一种难忘的情境教学吊刑这个地方是令人震撼的，其他地方都是一间一间的嘛这也是一种震撼教育我们也安排老师去哪里呢？带着孩子去去郊外的残智障院的服务，在吉隆坡郊外开车大概要差不多1个半钟头左右，蛮远的里面住了那时候里面住了200多位残智障的同胞有大人有小孩，那我们志工去干什么？帮他们洗澡啦、洗床单啦、洗衣服啦、剪头发啦、喂食等等这些残障加智障发育不良，大部分是骨瘦如柴体型很瘦小，你没有办法抱他去洗澡，你不能这样子抱，这样把孩子这样抱起来，不可以的，怕他骨头散掉都是发育不良、瘦瘦小小的。
你要怎么抱他？你要这样子手插进去，这样子捧着了，把那个人这样捧在手上，这样抱去洗澡，你不能这样子抱的。然后呢，头上大家都长满了，以前服务没那么好嘛，现在好改善很多了，头上都长满了跳蚤，有些还会自残的，就把双手跟双脚绑在铁床上啊，那个就是人间炼狱的不要说常年是手脚被绑在铁床上啊，我们可以试试嘛，将我们的一手一脚绑在床边嘛，不能离开嘛，看看你可以顶多久了。那里面有一幕我是一生难忘，里面有一个画面是我一生难忘的，就是中午12点到了，要帮这些残智障的孩子喂食的时候，因为这些手脚被绑住的这些孩子都躺在床上啊，然后一排啊10几个20个啊，那个工作人员就推着一个推车嘛，上面就一个好像脸棚一样的，他们不能吃饭，怕去呛到，他们又吃那个稀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推着大脸棚就推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躺在铁床上喂食啊，躺在铁床上，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吃饭时间到了，整排这边还在喂，那边1、20个孩子，全部嘴巴都张大大，这样子好像看好像鸟的嘴巴一样，这样子，每一排都是这样子，等着说知道人家来喂我吃饭的，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精神病的病房，里面也有精神病的病房，是大人的精神病人，每一个人的一丝不挂啊，当然女生男生分开的了，一丝不挂，大小姐都在没有床垫的生锈的铁床上面，你那个铁常常在水在那边弄，粪尿在那边一定会生锈的嘛，一片一片黑黑的嘛，相片我还有，然后呢？只要有大小便的话，就什么，就直接用水，因为他没有穿衣服啊，直接用水把那个粪尿直接冲到地上去，然后地上是两边是斜的嘛，对吧？冲下去那个粪尿就往两边流，两边有水沟，就流出去这样子，是用这个方式的不是一个一个处理的那这个跟我们养猪的那个猪疗有什么不一样啊？对，这是什么？这是粪尿地狱啊，《地藏经》里面讲的粪尿地狱啊。所以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子的那种住的环境呢，整个就是一个地狱。所以每次服务过后呢，大家都在回家的那个巴士上，因为1个半钟头时间蛮久的嘛，大家都在巴士上没有浪费时间啊。来，你第一次来你分享一下你刚刚做的这些服务工作，你的心得是什么？请这些学生或孩子来分享。大部分的孩子跟学生都会说，很感恩爸爸妈妈把我生得五官端正，手脚健全。有的会说，从此之后我不会再吵我爸爸妈妈要买最好的，用最好的，吃最好的跟这些残智障的孩子比起来，我觉得我很幸福要感恩我的爸爸妈妈。这就是什么最好的生命教育了就是见证了苦难的生命而认识生命，就是认命所以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因为知足感恩，所以会好命所以不能只是说发愿来生要投胎做人就好。我们当然不希望投胎做三恶道嘛，对，地狱鬼道畜生不要去嘛。那至少做个人嘛，对。我们讲做个人可是做个人你要看做什么人呢？如果你投胎以后做一个残智障原野里面那种人的话，这个是比起有福报的猫狗都还不如不是吗？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在马来西亚开了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家里呢有一个大约8岁左右的残智障的孩子，男生不能坐也不能站。残智障院的孩子也是不能坐不能站嘛，但是残智障院的孩子是什么？是躺在床上不能下床嘛。那这个个案的孩子呢是什么？他不能躺在床上，他不能站也不能坐，但是也不能躺在床上，因为他有行动的能力他怎么行动他整天躺在地上马来西亚是夏天嘛，但在这个地上他什么？他的靠双脚移动身体，他是双脚，他躺着嘛，对下半身穿一条短裤，上半身是没有穿的，因为身形瘦小扁扁的，发育不良他整天就在那个光滑的那个洗石子的那个地上呢，滑来滑去，穿梭来穿梭去的。
他怎么走？他用脚踢嘛，两只脚这样子踢，这样子踢，然后身体就往这个方向走嘛，然后在桌子、椅子下面到处这样子窜。有时候跑到桌子底下没有跑出来，你找不到人了。我们在那边访视的时候，突然间跑去哪里啊？在我们的椅子下面，那个藤椅下面，藤椅下面的空间才这样大而已，它可以钻进去里面，跑不出来。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你看，一般我们家里养的那种动物猫狗的都还可以训练它们大小号的时候去固定的地方嘛。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他随时就是大小便。你想想看，你如果是这个妈妈，你怎么办？你能够挺多久啊？对，你能够忍耐多久照顾这样的孩子啊？对，妈妈跟家人全部都是什么共业啊？后来在这个妈妈的请求之下呢，我们就跟这个残智障院方谈，要申请嘛，然后院方也接受这个孩子呢送到这个残智障院去。那每次我们去残智障院的时候，顺便关怀这个孩子，这样的对妈妈跟孩子都好了，因为我们这个一起处理嘛，那现在因为马来西亚疫情还是很严重，现在一天都2000多个确诊了，所以目前的这个我们这刚讲的残智障院的服务工作是暂停的，但是个案访视没有停啊。刚刚讲的都是什么？人间地狱。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人间天堂。澳洲大家一定会想嘛，那是一个幅员广阔、心旷神怡、福利非常好的国家。对，在这个世外桃源的这个天堂里呢，哪有什么访视的需要啊？对不对？福利这么好，哪有什么贫穷的人啊？不是这样子。有一次呢，我们到这个西澳的博斯澳洲西澳这个地方去访视的，那个地方有我们的据点嘛，那是一个退休人士的天堂啊。我们去访视沿途风光明媚，好天气啊，山明水秀，来到郊外，坐落在一个小山上的斜坡上一个小别墅。当地的师兄就跟我讲说，这个是我们照顾户的家。我一想说，哇，怎么照顾户这个命比我们好，还住在别墅里面，风景又这么漂亮。对，他说这个是政府给他们免费住的。那一般呢，落后国家的照顾户，我们都在穷街陋巷里面，不管哪一个国家嘛。刚刚讲那些国家嘛，都是照顾户都住在很穷街陋巷里面啊。但澳洲的照顾户是什么？是住在独栋别墅里面呢。福利国真的是不是浪得虚名的？这间屋子里面住3个人，一对年纪大约70几岁的老夫妻跟一位年纪30几岁瘫痪在床上的女儿，3个人相依为命啊。女儿是已经结婚了，但没有生，因为一场车祸造成全身瘫痪，全身不能动。那意识还好，还算清楚，但就是不能行动啊。他的先生看到这样就离开他了，去找他自己的未来了，离开了。所以照顾这个瘫痪的女儿的工作都落在这一对年迈的父母身上，而每周3次呢，这对老夫妻呢还要用残障专用车载着女儿去医院做复健。这辆残障专用车就是我们台湾有看到嘛，对，它可以伸出去降下去，然后再伸回来那种的。那个我们要付钱的就是请人家来帮我们载嘛。在澳洲他们自己开车自己开，但是那个设备都是政府帮他免费安装的，帮他安装这种残障专用的。那这个女儿的家里的躺的病床呢，也是非常先进的电子床、自动床，也是免费提供的，福利是非常好了。即使福利再好，当地的慈济人还是开案进行长期的精神关怀。虽然慈济不必提供什么生活物资啦，或医疗的补助不用花钱的。因为政府全部包到完了嘛，但只有一样是政府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案？有一样是政府做不到，就是志工的关怀跟陪伴，这个政府做不到。不但精神关怀卧病的这个女儿，还要关怀什么？及陪伴这对老夫妻让他们感觉有一道力量可以撑，可以依靠。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如果我们也是70几岁年老力衰的年纪，
却还要照顾一位全身瘫痪的女儿一辈子，你会作何感想啊？对，我们会担心的事情，就跟这对老夫妻担心的是一样的啊，就是这样下去照顾下去，不知是父母先走还是女儿先走啊。如果瘫痪的女儿先走的话，那事情还单纯一点呢。那万一是父母先走，或者父母亲其中一个先走，那个要面对这个状况就复杂很多了啊。所以那次在关怀中呢，这对父母呢就跟我们在外面谈了啊。他说这位父亲呢忧心忡忡的啊，就跟我们说，万一他们2个老人家不在了走了，他的女儿要怎么办？当地的志工跟我说，每次来关怀他们就会很不放心的问慈济人说，我们要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情形怎么办？那慈济人当然就是安慰他嘛。我们一般的关怀是这样子的你不要担心的万一即使你们不在的话呢，我们也会长期关怀你这个瘫痪的女儿，就像一家人一样给他一个保证，给他一个安心那这对夫妻当场就是替世纵横，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些事情还有人帮我们接手感激万分的那这样的情景看起来呢，你说这个家庭身在天堂，心在地狱但又看起来是什么？身在地狱，心在天堂各位仔细想想这个个案是不是这样子？又好像身在天堂，心在地狱，但是又好像身在地狱，心在天堂。为什么心在天堂？因为看起来后面要面临的不只是他们2个老人家跟这个女儿的生死大事，都有慈济人帮他们做后盾这可以安这对老夫妻的心而类似这样的个案呢，在博斯的市政府，我们去拜访那个市政府的福利局嘛，他说类似这一种的不是完全这种，类似这种的需要人家帮忙的这种个案就有1000多个新加坡现在我们还有300-400个单独的个案福利很好的国家但是还有300-400个人要协助他什么洗肾艾滋病生活啦或医疗的协助等等呢，这个都是先进国新加坡福利很好澳洲也是福利很好，澳洲这个个案类似这种个案有1000多个硬体的残障车、先进的电动病床以及环境优美的房子、生活物资、医疗费用等等都是免费的，不用操心。但是人文精神的长期陪伴跟关怀，这个需要靠什么？付出无所求的志工来做，这是补政府的不足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志工发心在付出，其实我们志工都觉得收获最大的是自己。因为这就是难得的什么机会教育跟生命教育所以即使有机会去做，都还要心存感恩我们再来讲一个国家，英国也是先进国英国伦敦各位有去过都知道有个唐人街不是吗？慈济志工连要去打扫街道都不行我们好像没什么事做，我们打扫唐人街的街道嘛，看起来有些蛮脏的嘛，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政府发包给私人公司去承包做的，你去就是什么侵犯这个私人公司的什么他们员工的工作权，侵犯他们的人权，不可以不要说我帮你打扫，你可以休息，我帮你打扫，不可以，那是我的工作权。所以在这些先进国家的慈善工作，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去老人院也是一样你不能帮他喂食按摩、剪指甲这个都不行先进国家这个在先进国家这个都不行的去德国也是一样去德国我们有出国，我们都会去访视，有机会经常去访视嘛，对，去做这些事情去体会去德国也是一样，我们去了老人院服务，才发现哇，德国老人院的餐厅布置的不输高级西餐厅，也是一样，只能动口不能动手，所以有机会呢就要赶快做到就是赚到了前面讲了一些不同国家的访视经验呢，就是要让大家去体认苦是人生的本质。到哪个地方去，众生就是这种苦那有的是病苦，有的是穷苦，因为穷因病起病因穷生两个是互为因果。有的是心灵上的苦，那我们看到别人的苦命，我们就会感到至少比这些人好命。见到别人的命很苦，才知道自己其实是很有福的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苦知福了。
你要先深入人群，深入暗角，深入苦难，你才有可能见苦知福嘛。所以见识了别人的生命的穷，见识别人生命这么苦，我们就起一个感恩知足之心呐。要这样去认识生命，体会生命，才会越来越好命。唯有对生命真实意义的深刻的了知与体认呢，才有办法以感恩心去欢喜甘愿的接受生命中所有的困顿跟违逆。越不认命，越是痛苦随行啊；越是认命呢，又感恩，这辛苦就变幸福了。做得到，那就是什么？智者运命啊，操纵命运啊；做不到，就是愚者命运啊，被命运操纵了。所以既然以体认生命，一切当然就无失无得了。了解其中的各中的真谛啊，无失无得，无逆无顺啊。有这样不二法门的思维，就比较容易翻转人生啊，否则就会什么不断的埋怨一生啊，这就是凄惨的人生的啦。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次读书会我们再见。祝福各位今天晚上大家都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